大家好，我是面具人。这几天没有怎么做节目啊，因为身体的原因。吃了几天药以后呢，今天能好一些了。看起来这个药真的是不能停呀。今天呢，就紧急的赶紧做节目，给大家带来几件大事儿啊。这几天大家也都看到了，大陆这边频繁的传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性限制，打压，对加密货币进行大砸盘。看起来呢，共产党是彻底的不想要大家接触加密货币这个行业了，是不是？想要彻底的断绝区块链、加密货币，甚至呀，还传出了这样的一则消息，你们看图，尊敬的用户，为配合相关地区的政策法规 ，Hotbit 将于2021年7月1日12点香港时间起，对中国地区+86的手机注册用户做出功能限制，相关账户的交易功能和充值功能将不可使用，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Hotbit 将持续的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那这个 Hotbit 不是火币啊，你可以把它翻译作为热币，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火币。这个是一个小交易所，也是大陆的公司啊，海外人用的比较多。是广东的一家公司，2017年注册的，名字很类似于火币。观众朋友们，可能你们听到这儿了，觉得哎呀，关的不是火币，是 Hotbit， 那你们可能就会觉得没事儿嘛。嘿嘿，你们别觉得没事儿哟，这里面可有大秘密呢。好像你会觉得关了一个类似火币的但不是火币的公司就会没事儿了。但是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啊，这个公司也是大陆的公司，归共产党管的呀。这里面的秘密可大着呢。共产党做事儿，他可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呀，尤其是牵扯到钱的问题。中国人啊，他在乎人权民主吗？不在乎。但是呢，你搞他的钱的话，他就很容易出来维权闹事儿的。中国人只在乎钱，钱之外的东西几乎不在乎，要么呢就是面子啊，对面子可能还会在乎一些，因为面子能给他带来利益嘛。很多人讲究的是包装嘛，对不对？很多那些创业者明明没几个钱，却还要开那个宝马、奔驰，为啥？因为开好车出去谈生意的成功率高嘛。人家跟你谈生意，他不看你的项目，他不看你的本事，他就先看你的包装，对不对？正所谓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嘛。所以呢，在最关心钱的中国人的这个领域啊，你伤别的都可以，就是不能伤他的钱。所以共产党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呢，他就是一步步的循序渐进的给大家做心理按摩，一点点的放出消息来，让你慢慢的适应。先给你关一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小的交易所，等你慢慢适应了以后呢，很快的就会轮到火币、欧易、币安不能玩加密货币了，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性政策了。现在币安、火币还有欧易已经开始实行这种政策了，就是你新买的币是24个小时不能提现、不能转账、不能交易的，听懂了没？你要交易，你也只能是卖给原本的交易所，但是你不能转给别人。行呀，你想要玩 OK， 先锁仓锁一天，这就是一个开始。他现在能锁你1天，他就能锁你2天、3天、4天。这个口子，这个开端一旦开始了，就是很恐怖的事情。你别嫌面具人我乱说，不信你们去试一下，刚充的 USDT 是不能转账的，听懂了没？也不能提现，这是很可怕的。你想要玩以后呀，在中国你想玩加密货币可以呀，你想不受限制可以呀，你得考他中国大陆最近新出的那个什么区块链加密货币专业的从业人员资格证。我之前是怎么说的？加密货币区块链是世界金融争霸的下一个关键位置，互联网虚拟金融已经是势不可挡的了。政府如果是不监管这一块的话，
老百姓们真的是可以通过互联网绕过税收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监管和限制的，从而呢进行无监管的低成本的国际贸易、国际换汇之类的行动。这种现象呢是统治阶级不想看到的，因为韭菜们都自己玩去了，统治者们还怎么带着韭菜玩，还怎么割韭菜呢？是不是？所以呢，各国政府都会自己主管、限制、严打加密货币，然后呢，搭建自己的主控区块链之类的东西。你们去看新闻啊，全世界不管是中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只要是一个国家政府，它都是在最近严打限制加密货币的。所以呢，中国不跟上互联网虚拟金融的这个战场，它就又会在国际虚拟金融这个领域掉队，被孤立在这个圈子之外。别的国家都在努力的去限制、融合、整合，对吧？你共产党放弃这一块，然后呢，别的国家和国与国之间就已经搭建起来了虚拟互联网金融的这个区块，而你共产党还没开始，那你是不是落后了？所以呀，共产党他也不傻，而且面具人我之前一直都在说，共产党很聪明的，他是非常善于进化的。而且共产党非常喜欢玩一箭八雕，对不对？数字货币这个玩意儿对共产党来说好处是大大的呀。对内呢，它可以用科技进步的名义洗脑，给老百姓说，这是好东西科技进步了呀，方便老百姓了呀，最大程度的来限制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通过大数据，通过数字钱包来控制老百姓，监测老百姓的每一笔消费。甚至呢，抖音还说过要给数字人民币加上使用期限，你期限内可以用，过期了就作废。对外呢，它共产党可以通过控制交易所、链条、代币、媒体、swap 的方式来控制海外币圈的韭菜，甚至是币圈之外延伸的各个领域。这是多好的事儿呀！看，对内压榨，对外勾兑控制，而且呀，它还可以用数字货币极限压榨出来的韭菜利润，加大对外国资本家的勾兑，给予更多的好处交换、利润交换，直接来冲击国外政府的经济和政权。因为大家都觉得和中国政府做生意赚钱多呀，划算呀，对不对？你没看这几天这些所谓的反共的人，他们现在也不反共了，也跟着用共产党的交易所玩共产党的加密货币，对不对？火币、币安、欧易不都是共产党的交易所吗？你用，你就是帮共产党赚钱了，是不是？虽然说你也通过这个东西得到你自己的利润了，但是呢，你已经是和共产党一条船上的蚂蚱了，对不对？和他是利润共同体了。同样的，你看很多人他现在玩 SLP、玩蛋糕币、玩 Axie， 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东西呀，对不对？你用这个东西赚钱了，那你就是和共产党一条船上的蚂蚱嘛，是不是？所以说利润这个东西是跨越国籍、跨越政治立场的，赚钱才是首要的，改善自己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但是呢，国内的韭菜无所谓，国内的韭菜赚不赚钱他怎么想不重要，洗脑爱党爱国，让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就行了。你只要让他在生死温饱线上面挣扎，他们就会为了生存极限的贡献自己的劳动力的。所以呢，加密货币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并且呢，国营化加密货币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放过这个领域的。你给我说什么加密货币是去中心化的，来，面具人，我给你现场表演一下怎么去中心化来，看好没？这一把枪，就去中心化了，听懂了没？加密货币真的是个好东西而且呀，对共产党来说，尤其是个好东西。你们都忙着赚钱了，谁还想着反共嘛？对不对？能从共产党这儿赚到钱了，你还反他干嘛？
对不对？这也就是你看面具人，哎，我这1、2年来啊，一直在揭露这些所谓的打着反共旗号的为共产党做事的洗脑的这些人不管你是反共的还是不反共的人，赚的都是共产党的钱。好，你说你反共，行呀，你别蹭共产党的流量，你别靠天天骂共产党赚钱呀，对不对？好，你说你反共，共产党出品的东西你一个都不要用。所以面具人我一直都告诉大家，摆脱集体意识，自己做个好人，多帮助别人，多做善事，问心无愧就 OK 了啊！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你在中国你是党员，你就不能做好事了吗？啊，你出了国了以后，你就难道代表你是好人了吗？啊，不一定吧。海外的华人坑华人的这种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只要是有海外华人的这种经历的啊，在海外生活过经历的人啊，一定是被多多少少的华人坑过，是不是？啊，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是哪个党派，不管你是哪个国籍还是立场，你始终都不要忘记，做好人才是根本啊，并不代表你反共你就可以做坏人了，或者说是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你就一定不是好人了，对不对？做人不能这么非黑即白，嘿，这是人生哲理。哎，但是呀，咱们今天的节目是讲加密货币，对不对？所以呀，咱们继续说加密货币啊。共产党他才不会把加密货币搞死呢。为啥？来，先给大家说个新闻啊。阿里巴巴和微信要入场加密货币了。澎湃新闻发布了2018年从小喜欢画画的那个叫个什么的人。澎湃新闻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他是这么说的：从小喜欢画画、信息安全和计算机图形学出身的 Riva 终于得偿所愿，踏上了算法艺术的道路。就是说，通过一种编写代码形成的艺术图案创作的形式来卖钱，来赚钱。那时呢，算法艺术和数字艺术尚属于圈地自萌之态，作品呢并无销路。他或许没有想过如今自己的一版艺术作品用作于 NFT， 也就是非同质化代币的形式去销售，能卖上4个以太坊的价格。按照$1800一个以太坊的价格来算的话，他现在的一幅画能卖价值5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那这个 NFT 是什么呢？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可以拿主流加密货币购买的区块链收藏品。面具人在玩的 Axie 就有这个收藏品价值的功能，你可以用其他的币去兑换以太坊，然后再买 Axie。这就是区块自由兑换，然后买到你想要的网络虚拟的宠物呀、收藏品呀、画作之类的东西。而且 Axie 对战本身就能帮大家赚到钱，强的 Axie 也就会增加它的收藏价值，因为强的 Axie 赚钱更快更多嘛。好，继续听新闻啊。6月23日，蚂蚁链在其首届开发者大会上发布了区块链高速通信网络 BTN。官方称它为一个面向全球的可信的数字网络建设的通信技术方案。我们之前也都知道，马云被整得很惨呀，他不仅是把股权几乎尽数交出，而且呢，他现在在他的企业也是一点职位都没有了。蚂蚁集团可谓是彻彻底底的国有化了。根据共产党的自己的介绍BTN 可以将区块链网络的吞吐量提升 186%， 带宽成本降低 80%， 延时降低 40%。 此外呢，在这条高速公路的链条上呢，还配备有智能导航系统，自动推荐最优的通信路线。BTN 呢，已经在上海、张家口、香港、法兰克福、新加坡等城市设立了高速通道。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西欧和东南亚地区的区块链平台可以选择就近接入，而且达到最高速度。而且呀，接下来面具人要讲的这句话真的是不忘初心呀。
这句话呢说的非常的经典，你们听好了啊，在接入的过程中有一些管理，比如说对身份的认证，听到没有？身份的认证，共产党就是这样，喜欢搜集别人的信息，认证别人的身份呀，对不对？反正在国外啊，面具人，我坐这个火车呀，坐这个高铁呀，坐这个飞机呀，都是不用这个动不动让你扫身份证的。可是你看现在在中国啊，你走到哪儿都得扫个码，扫个身份证。之前面具人是怎么说的？大家可以给我作证啊！我都已经说过，共产党会借用区块链金融、虚拟互联网金融，占领世界互联网虚拟金融这个领域，控制全球的区块链。实际上呢，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很多交易所了，包括币安、火币、欧易这些中资的就不说了，甚至那些微牛啊、海妖，甚至 Coinbase 背后都有中资。然后呢，共产党还控制了各种各样的 swap， 还有各种币链啊。我告诉你，这些大量的坑钱的空气币啊，最近出来的几乎都是共产党做的。你看，共产党一边加紧的去控制加密货币，控制链条，控制交易所，然后呢，他又另一边去不停的打压加密货币。看起来这共产党的行为好像很矛盾，打压加密货币，然后呢自己又搞区块链 NFT。共产党有没有搞 NFT 啊？观众朋友们，你们去百度上搜一搜，百度搜索 NFT 有真相，对不对？你们搜出来的就能看到啊，全都是带节奏吹 NFT 好的啊，这个好那个好。甚至呢，还炒作出来了最近这2天非常火的话题，让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一个话题，就是支付宝买了一个 NFT 的皮肤，涨到了99万人民币，付款码的花纹价值20个以太坊，恐怖不？合着别人玩加密货币就是违法的，资金不安全，别人出品的加密货币就是违法的啊，非法集资。你共产党随便出一个什么边框皮肤就能卖20个以太坊100万人民币了，是不是？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吧？支付宝 NFT 终于上线啦！老杜也拥有了人生中第1个 NFT， 还不知道 NFT 的铁铁们赶紧去补课，传送门在评论区。昨天这个消息一发布的时候，万众期待，老杜也不例外。全国14亿人只限量发行8000份，所幸老杜抢到啦！9.9块买入，现在在闲鱼上据说已经被炒到了150万。老杜母胎搜了23年，手速可不是白练的。那 NFT 的最上面有一排英文数字符号，这个是确权码，每一个确权码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每一个 NFT 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老杜之前说过 ，NFT 可以是任何物品，一幅画、一个艺术品、一个游戏道具，甚至是第1条推特。2021年3月23号。推特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Jack Dorsey 将他的第1条推特作为 NFT 资产转让，最终以29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但是持有一件作品的 NFT 只是持有它的数字所有权，而不是版权。就比如说拥有那条推文的人也无法阻止他人免费观看、收藏、评论、转发那条推文。Jack Dorsey 的第1条推文，挺没用的，人家照样也可以把这条推文打印下来挂到房间里边。数字所有权保证的只是你能够将这些代币在特定的平台上面卖给别人，并且保证了这个代币的生成来源。然而，加密艺术也逃脱不了山寨的隐患，因为 NFT 不代表版权，它只代表持有者在这条链上的所有权。而以太坊之于比特币的优势就在于，在比特币的系统中，区块链技术仅只用于记账功能，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只能转账收钱。而以太坊则开发出了智能合约功能 ，NFT 就是一种智能合约。尽管 NFT 现在更多的是应用在艺术收藏方面，并且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在不久的未来，老杜相信 NFT 一定能广泛的使用在区块链的方方面面，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886，刚好呢，国人这些无脑儿就喜欢跟风，手机号码都能跟风卖上个几十万，对不对？网上一炒作，买杯奶茶500块的奶茶都能让别人排队排2公里，越排队卖得越贵，越贵越有傻逼买。
别人吃屎，他觉得他不跟着吃2口，他就亏大了。共产党太了解国人的虚荣心强、爱跟风、没脑子的特性了。为啥共产党要力推 NFT？ 为啥共产党要力推数字货币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很简单呀，这个 NFT 收藏品、数字货币都是不用印钱、不用卖产品就能把傻逼的钱给吸上来的呀，对不对？无本买卖就能把脑残的劳动力给消化掉，这是无本买卖呀。你说你平时给人家卖点东西，你还要有成本，还要制作，对不对？就连印钱你也得拿纸印，开动印刷机，是不是？共产党随便给你说个啊，我今天限定发800个、8000个、100万一个，你买不买？不买有人买啊，对不对？什么限定不限定的？哎，这个 NFT 呀，除非是有实用价值的，或者是很难产出类似的，比如 Axie 里面的极品宠物啊，战斗力强的它就能赚钱快，对吧？但是极品的 Axie， 你就算是运气好，你也得花至少1个月的时间，报废几十只 Axie 才能孵化出来。你说这共产党出的什么付款码、皮肤呀、边框呀，啊，限定2000个、8000个，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他想，对不对？这就是共产党奶 NFT 的原因，听懂了没？只需要键盘敲一敲，啥东西都出来了，然后卖你个几十万、几万块，让你们炒作去，然后在炒作的过程中吸收你们的资金。娱乐收藏确实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但是你首先得确定你是个人，听懂了没？而红色贵族给中国大陆人的定义不是人，是奴才，是牲口。谁都有资格玩加密货币，分享其中的财富，不过这是人能干的事儿，跟牲口没关系，尤其是中国大陆人，听懂了没？只有中国大陆以外的人才能干人干的事儿，而奴隶和牲口只需要做奴隶和牲口该做的事儿就行了。奴隶是没有资格拥有财富的，听懂了没？奴隶要爱奴隶主，奴隶要为奴隶主无条件的奉献牺牲掉自己，奴隶不能反抗奴隶主，听懂了没？这就是中国大陆人的可悲之处。外国资本家给中国大陆人的定义是劳动力单位，而中国大陆人给自己的定义是国家的主人、接班人。哎，这个宇宙太疯狂了，实在是太疯狂了。明明是被压榨、被迫害、被剥削的人，却觉得自己是主人，自己是主子。哎，共产党他就是这样，拿中国人的血汗钱和世界勾兑，收买全世界，而中国人呢，被剥削了还乐得其中。你说这疯狂不疯狂？甚至你好心提醒他，帮他看清现实，他还觉得你坏，他还对你狠。所以说呢，面具人，我想问一下观众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的请打1，没有的请打2，那就是中国人对好人坏，对坏人好。有这种感觉的请打1，没这种感觉的请留言打2。哎，那这个原因就牵扯到心理学的领域了，那这个也是面具人我擅长的，但是呢，今天咱们主要是讲加密货币啊。反正呢，说了这么多，真正有收藏价值的也都是那些真正的 NFT， 并不是共产党印出来骗小孩的东西啊。你们仔细观察啊，共产党有好的东西是绝对不会给中国大陆的奴才用的，不会给狗用的，知道吗？狗吃屎就行了啊。你别嫌面具人我说话难听，我说话是要提醒你，你是个人，你不是个狗。真正把你当狗看的不是面具人，是你爱的那个，哎，中国大陆共产党，听懂了没？我只是要警醒你啊，你自己去看，共产党把最好的水果、木材、商品做外贸标准出口到国外，而自己的国人用的是什么？有毒的漆，有毒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毒奶粉，毒油漆，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去看一看金融这个领域也是一样的，共产党在国外给别人讲人权，在国内呢就迫害人权。同样的，你看都是共产党控制的 Kik、Axie 这些玩意儿呢，
它明显是利润稳定、利润空间大的、容易赚钱的，但是呢，它却不卖给中国人。Axie 也是 NFT 呀，它为啥不卖给中国人呢？它反而让中国人自己去买那些没屁眼的什么这个二维码的边框，那个二维码的皮肤呢，对不对？玩 Axie 买上2-3只，每天就能赚跟一个大陆人月工资差不多的收益呀，每个月都能赚到这个钱呀。你说为啥不让中国大陆人玩 Axie 呢？反而呢让老外去玩 Axie， 天天打游戏就能赚钱，对不对？蛋糕币也是一样的 Cake 啊，每天买了这个蛋糕币以后，自动挖矿就能赚钱。反而呢，中国大陆人去挖矿、玩加密货币都是不允许的，还要抓你。你自己想想，为啥中国共产党只给外国人好处呢？而对中国国内的人百般的盘剥、压榨、剥削呢？为啥？为啥？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答案很简单呀。因为大陆人在中国共产党眼里面不是人，是狗，是牲口、奴隶啊。同样的，你放眼到国际之外看，中国自古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啊。你不让外国人觉得你好，外国人凭啥和你共产党勾兑呢？凭啥和你做生意呢？凭啥给你打开黄金道路呢？对不对？啊，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想啊，那外国人都觉得好了，中国人觉得不好，那不行。嘿，面具人，我都想告诉你，中国人觉得好不好无所谓，就像你养了一条狗一样，你会在乎这条狗的想法吗？对不对？啊，大脑都被控制了，他还能有啥思想吗？啊，他的思维来自于共产党的洗脑，听懂了没？那说到这儿了啊，你们还觉得共产党用来收买西方的东西是没有利润的吗？它能没有利润吗？你想想看，咱们就拿 Axie 来举例子啊，你现在有闲置的以太坊，拿去玩 Axie， 以太坊涨了 Axie 就涨，以太坊跌了呢，你还能用 Axie 打 SLP 赚钱，对不对？反正你的以太坊闲在那儿也是闲在那儿，是不是？拿来打 Axie 赚 SLP 能赚更多的钱，岂不是更好？ SLP 涨了你可以卖钱， SLP 跌了你可以拿 SLP 来孵蛋，对不对？孵出来更多的宠物，继续卖以太坊赚更多的钱，多重保险多好的，是不是？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啊，面具人在昨天的晚上啊，提前的非常精准的给我的会员啊预警了以太坊的买入价位，我当时就在会员社区已经说了，1880到1750之间啊，都是非常好的买点。哎，最终的结果也就是几乎和面具人我预测的毫厘不差。这就是信息预判和分析的重要性。很多人呢，尤其是我的新会员啊，有一些人之前就被网军呀，还有那些反指标，要么是骗多爆仓了，要么呢就是给骗割了，割肉亏了好多钱。但是呢，面具人我一直都在群里面教大家啊，这个割肉是一种艺术。同样的，加密货币啊，它有没有技术？有没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对吧？但是呢，啊，你的技术、你的操作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你的风险，甚至给你带来稳定的盈利。这就是加入会员的好处啊！如果大家有想要选择优质的 Axie 帮自己更高效率的去打钱，因为3只好的 Axie 一个月能帮你打出来3-4千甚至4-5千人民币的，面具人现在呢已经打到了世界前300名的排位了。那个相关的视频我也有，而且呢我还有一些趣味视频也正在制作啊！如果大家有想要选优质的 Axie 不知道怎么选的，屏幕下方有我的邮箱联系方式。同样的，如果大家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实战会员的话，得到一手的消息和相关的精细化的操作指导和预警的话，也可以给我发邮件加入咱们的面具人实战会员群。那最近加入会员的朋友们啊，如果说还有没有进群的，赶紧给我发邮件啊，我来拉你进群。好，我们群里面再见。